虾仁高考状元还没捂热，就穿成了老夏家的腰子。原主刚出生遇到一个道士，说他是高官的命。2、3岁时，他也确实展示出了在读书上面很有天赋。9岁考上童生后，更是被追捧成神童。去县里求学，同窗嫉妒他的天赋，故意带着原主荒废学习，吃喝玩乐，让9岁的原主一路长歪。他变得自私自利，不顾家中情况，不停地索要银子，银子也没用到读书上，全拿去喝酒吃饭了。也连着几年下场考秀才，都名落孙山，流言四起，说他泯然众人，他就更破罐子破摔了。这次更是受同窗挑拨替人出头，被人一棍子打在了后脑勺上，醒来就换成他了。完全接收了原主记忆之后，虾仁缓缓坐起身子。小叔叔醒了，小叔叔醒了。我的儿啊，你要是出什么事，你让娘怎么活啊？突然而来的亲情让虾仁的心里面涌起了一股暖流，虾仁顿时手足无措，伸出双手拥抱住冯翠翠。上辈子他的父母是商业联姻，从小就不管他，只给他钱，没有所谓的亲情。娘，我这不是没事了吗？别哭了。对，我儿有福气。饿了吧？娘去给你把粥端过来。请来的大夫说，若是今天还醒不来，就准备后事了。好在是醒过来了。冯翠翠端来了一碗白米粥，虾仁也着实饿得不行，一会儿就干完了满满的一碗白粥。门口躲着3个小孩，是大哥和2哥家的，时不时的探出小脑袋看一眼虾仁。虾仁招手让他们进来，3个孩子转身全跑了。小叔之前对他们很凶，他们不敢去。我是长得很吓人吗？上辈子我还是校草呢。连吃了几天白粥，虾仁终于被允许下床了。最近家里人都忙着在地里翻土，让土壤变得疏松，清理地里的杂草和残茬，方便接下来的播种育秧。现在就只有最小的小姑娘和虾仁在家。小姑娘见虾仁像是耗子见了猫一样，本来是在地上蹲着和小鸡仔玩的，看到虾仁立刻就站起来。小叔，虾子若心里害怕极了。小叔看到他和小鸡仔玩，又要说他没有规矩，不知礼数了。子若，你知道爷爷奶奶在哪块地里吗？记忆里没有家里田地的位置，虾家就没有让虾仁去过田里，只让他安心读书。我知道。那就麻烦子若带小叔去地里了。虾仁走近把小姑娘抱了起来，忍不住伸手捏了捏她的脸。虾子若惊呼一声，小叔竟然抱她了。就这样，虾仁抱着孩子去到了自己家的田边上。小四，你怎么来了？是不是身体不舒服？子若，你小叔身体不好，怎么能让他抱着呢？虾子若不开心的嘟了嘟嘴，从虾仁的怀里下来。哼，我说小叔叔为什么忽然抱我？原来是想让奶奶骂我。坏小叔。娘，是我自己要抱子若的，小姑娘没多重。小四，现在太阳这么大，你先回去休息，有什么事情我们回去再说。冯翠翠脸上有几分为难，家里面给虾仁这次治疗吃药后真没什么钱了，为了保证家里人不会吃不上饭，这次给虾仁去县城里面的钱，她得去找人借了。我是想来看看你们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我躺了几天了，身体已经没事了。这话一出，忙碌中的一大家子人全部不可思议地望着虾仁。从小到大，虾仁作为家里最受宠又会读书的腰子，家里的活他还真的一点都没有干过，他也从来没有主动提出帮忙。我就想试试干活，我不想读书了。上辈子看书都看得猝死了，我要吸取教训，这辈子就不走科举了吧，种地，开店。身王，家里有钱，你好好读你的书，再多考几次，小四你肯定考得上的。江宇和董芳芳对视一眼，眼中都是意外，同时还有几分欣喜。如果这个小叔子不读书了，就算他待在家里无所事事，没有他读书这笔钱的花销，家里日子肯定就好过多了。虾家其实挺好的，婆母和公爹对他们都不苛刻，丈夫知道心疼人，孩子也贴心，就是有一个花钱大手大脚的读书人小叔子，让家里条件变得艰苦。儿啊，你那是读书的身子，你的手应该拿笔，而不是拿这些农具。听娘的，回去好好读书，你要多少银子娘都给你。冯翠翠和虾大平苦口婆心的一番劝说下，虾仁算是体会到什么叫做溺爱了。这份溺爱若是在别人身上，他只会觉得有毛病，可落在自己身上，他只觉得很爽。爹娘，你们就让我试一下，如果不行，我就回去读书。冯翠翠和黎大平见他执意要下田，心中虽然心疼小儿子，但是也清楚自己这个小儿子的性格，就松口了。因为他们知道小儿子坚持不下来的，毕竟他从小到大都没有下过田。行吧，老二，你去帮忙娘，让小四来接替你这个位置。爹，要不让小弟去帮娘吧，我这个位置。虾正强还想说什么，却被他爹瞪了回去。二哥，你去吧，这里交给我。
此时的虾仁还没有发现事情的严重性，抱着好玩的心态，兴致勃勃地把绳子挂在自己身上。嘿嘿，小弟，你要是坚持不住，就喊停。好的，大哥。可以了，拉着走吧。理科状元虾仁因为看书猝死，穿越成古代农家子。他决定不再读书，要下地种田。小四，你快拉！半天了才干这么点，换成你二哥这一片早干完了。爹，我知道你很急，但你先别急。还他爹，小四今天是怎么了？我也不知道，感觉小弟醒来后像换了一个人。要是他真的不读书了，家里的孩子们日子也能好过一些吧。芳芳，只要小弟愿意念书，家里面一定会供他读的。这样的话以后不要再说了。但他现在不是自己不愿意去吗？他也是读过几年书的，在县里找个营生也不错啊，有的是店家愿意要。我知道你们兄弟感情好，可你也得想想我和孩子，家里面有小孩，我还怀着孩子，好吃的却先紧着他，我都需要下地干活，他却从来不下地。芳芳，你放心，等农忙过了，我去县上找活干，肯定会让你和孩子过得好的。随便你。娘，我先回去准备午饭了。好，记得小四的要做白米，他身体还没好，再炒一个鸡蛋，他今天下地肯定也累了。我看着是挺累的。经过一上午的不懈努力，虾仁已经完全放弃了种田养老的想法。他现在腰酸背痛的，种田他是真不行。这玩意真是太难拉了，看来得想办法把屈原理搞出来，能节省不少力气。小四，你还要放弃读书，回家来和我们一起种田吧。算了，爹，我还是继续读书吧。经过刚才的劳动，结合我之前看到的一本书，我对于改良梨有了想法。改良后的梨更轻巧方便，一个人就可以拉动。这也让我想清楚了，读书是至关重要的。这就对了，走，我们回去吃饭。我让你二嫂给你煮了白粥。还吃白粥啊？我都快变成白粥了，嘴里都快淡出鸟来了。哟，房婶子，你家虾仁还会下地呀？他非要来试试，就让他试试了。他说的改良梨是真的吗？若是真的做出来了，可要给我们用用，开开眼啊！他就随口说说。听说这家小子连着下场好几次了，还是一个童生。之前吹的那么厉害，说是神童，我还以为多厉害呢。夏家本来算是村子里面条件还不错的，就因为供下小子读书，现在日子可不好过。听我儿子说，夏小子那次是得罪有权有势的人了，所以才被打伤。书拔成是读不成了，那才跟着下地种田，以后啊也都那样了。他一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，还吹牛要改良梨，说出来笑死人。谁在骂我？哇！你们三个，那鸡蛋是要给你们小叔补身子的。看给你们馋的，来，一起吃。小四，是我做的不合你的胃口吗？二嫂，这次受伤后，我想清楚了，那些表面说多好的兄弟，关键时候根本不会管我的死活。可家人不一样，即便我有很多缺点，甚至是拖累了家里人都没有嫌弃我。我知道我之前许多事做的不对，但我以后不会再像以前一样了。我希望家里有好吃的，是一家人一起吃，而不是专属于我一个人的。若是日后我高中，那我的成绩也有家里人的一份。我们小四长大了，好，小四说的对，只要我们一家人齐心协力，日子肯定会越过越好的。娘，以后不要单独给我做白粥了，我和你们吃一样的就行。可是没有可是，要是让别人知道我自己吃大米饭，而家里人吃糠咽菜，会被说不孝的，对科考不利。好，我儿有出息，也知道心疼爹娘了。小黄，我感觉现在的小叔叔变得温柔了，不仅不骂我，还会给我加鸡蛋，鸡蛋可好吃了。不许叫，不能打扰我小叔叔学习，不然他出来一口把你吃掉。子若，我不会吃你的小黄的。小叔叔，我捂住小黄的嘴，不让他吵你读书。子若，你有什么想要的吗？明天小叔去县城里给你买。真的吗？我想吃糖，上次二牛的大哥给他买了一糖，我求他给我舔一口，他都不给，他说甜甜的，很好吃。好，
明天给你买一堂。看来得想办法赚钱了。虾仁脑子里面倒是有许多可以来大钱的，但是吧，一个平头老百姓拿出那些东西，守不守得住另说，小命留不留得下来都是一回事。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。有些东西还是得等到自己有权有势了再拿，不然纯找死。还是先去找陈平，把他欠我的银子要回来吧。小四，用这个药油擦一下肩膀，你从来没有干过农活，第一天就拉力，肯定难受。谢谢娘。好了，早点休息吧。第二天一早，虾仁坐着牛车去到县城，直奔原主在的私塾。私塾的学生有30人左右，却分成了3派，一派是从村里来上学的，一派是县城来的，另外一派就是被前面2派孤立的人。虾仁原先得罪了村里那一派的人，县城一派的学子又不乐意和他一起，他就被孤立了。这时他的好兄弟陈平就出现了，他和虾仁一样是孤立派的。哟，虾兄，你回来了，人没事吧？那天我们把你送回去，你家人就把我们赶出来了。你家里人一股乡野蛮人的痞子气，怪不得你不乐意回家。虾兄，你就是太冲动了，怎么就跟赌场的人打起来了？那些人都是专门练过的，你怎么可能是他们的对手？陈兄说的是，当时怕他们真剁了你的手，我一冲动就上去了，确实是太冲动了。因为我受伤，花了许多钱请大夫，家里实在揭不开锅了，便来问问陈兄什么时候还我的钱。你敢信？这个虾仁穿越到古代赚钱的第一步，竟然是去要账。我仔细算了一下，你一共欠了我10两银子和533文铜钱，这张单子上都写着。是我耳朵不好，还是你虾仁疯了？居然找我要钱，还想让我出医药费？烦请各位同窗也帮我算一下，我是否有算错，多收陈兄的钱，我也不好意思。有意思，这虾仁今天是怎么了？我算数还不错，给我看看。开口的是林泽，是私塾城里那一派的老大。这账单简洁清晰，和家里的做账完全不一样。你没有算错，每一笔时间和数目都很清楚，没看出来。虾仁，你还挺有做账的天赋啊。林泽家里是经商的，他很小就接触账本，很轻易地发现虾仁这个做账方法的优点。林兄谬赞，不知陈兄还有什么疑问吗？虾仁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再得罪了我，整个私塾你可就一个朋友都没有了。陈兄说笑了，朋友是自己选择的家人，所以我才愿意借钱给陈兄。若非家里实在困难，我也不会找陈兄还钱。若是陈兄因此要和我绝交，那我无话可说。就你这样的伥鬼朋友，别来沾边。我现在只想要回我的钱给家里改善一下伙食，给子若他们买糖吃。众人诧异地看着虾仁，没想到他是这么重情义的一个人。看来之前他们对他多有误会，心中对陈平的做法更是鄙夷。不是吧，陈平，你还想借钱不还？好，借的钱我还你，可你医药费10两，你是金脑袋啊？而且为什么要我给一半？自然不是金脑袋，不然就是10两金子，而不是10两银子了。之前怎么没发现虾仁这么好玩？其实根本没有花10两银子，虾仁只是单纯想要钱罢了，他能有什么坏心思？陈兄是觉得给一半太少了吗？也对，毕竟我是因为你才受伤的，若是陈兄愿意多给的话，那我可太感动了。陈平，看不出来你还是这么大方的人，看来之前是我们误会你了。我现在只有这么多，剩下的以后还你。3两银子是陈平偷他娘的，想着今天再去赌可以翻本，谁知道来了一个虾仁。不过他觉得他很了解虾仁，没什么本事还好面子，今天这样怕是家里确实揭不开锅了，被逼无奈。私塾没有人和虾仁作伴，等虾仁再来找他时，他要虾仁把这个钱连本带利的吐出来。那就麻烦陈兄签一下这个，剩下的钱在3天内还清。3天内我上哪给你找那么多钱？你是想逼死我吗？陈兄说的哪里话，欠钱还钱，天经地义。读书人连这点道理都不懂的话，不如回家种红薯吧。你虾仁！陈平涨红了脸，愤愤地签下自己的名字。陈平其实一直都以自己读书人的身份为荣，他之前读书也很上心，只不过连着几次都没考上，他的心思就跑偏了。他不肯放弃读书，又不愿再花费大量的心思在读书上，考不上他就找借口宽慰自己，他只是没有认真对待，而不是不行。他生怕自己并非美玉，故而不敢刻苦琢磨，却又半信自己是块美玉，故又不肯庸庸碌碌与瓦砾为伍。虾仁9岁考上童生时，他心生嫉妒，直到他把虾仁同化成和他一样的人，他才好受了许多。仿佛这样，他才可以心安理得地放纵自己，让那些将他淹没的情绪有了安放之处。你们不看书温习都在干嘛？
虾仁，伤养好了吗？多谢先生关切，学生已无大碍，明天便可和同窗们一起探讨学习。那你今天是？家中条件艰苦，加上学生这次受伤，已经没有多余钱财，学生只能请求陈兄还回一些之前借去的银子。切，你先带着银子回去吧，我们也要上课了，明天准时复学。书生，你打什么？师傅，我想请你帮我打一把梨，这个是图纸。我胡大打梨熟练，不需要图纸。胡师傅，我要打的这个梨可能不太一样。哦，我看看。这个梨相比现在的梨来说，会更省力和方便。这对于以种地为生的平民百姓可是大利呀！书生郎，你这图纸有意思。胡师傅谬赞了，你看可以打吗？可以呀，书生郎，我们进来详谈。夏公子，你看30两把这图纸卖给我可好？只卖给我一家，这次打梨的钱当交个朋友，我不收你的钱。胡师傅既然诚心想买，肯定也看出这个梨的优点了，我就不多说了。50两。胡师傅，你想想，普天之下有多少农民，到时候手里用的都是你做的梨，这得多带劲啊！全天下的人都用我做的梨，那可太有成就了，连我师傅都不敢做这种梦。喊夏公子成交，你5天后可以过来拿梨。夏小子，怎么买了这么多东西？又是鱼又是肉的，这高低都要500文了吧？嘿嘿，大爷说笑了，因为家里实在没粮食了，就多买了些。哎，小四，这些都是你买的？大嫂，快来帮忙，你拿一下这些饴糖和糕点。你还买了饴糖和糕点？小四，你是不是去干什么不好的事了？大嫂，你别瞎想了，我的钱来路很正经。要不你拿饴糖和糕点，其他的给我拿，那些东西有些重的。不用了，快走吧，大嫂，该回去做饭了，一会儿爹娘还有我哥他们该回来吃饭了。嘿嘿，小四好像真的变了，以前他从来不会自己拿东西的。小叔，小叔，你回来啦？有买饴糖吗？娘亲，若若，是你让你小叔买饴糖的？你知不知道1斤饴糖可以买多少粟米啊？娘亲，我错了，我不该让小叔叔给我买饴糖。唉，小四，你看看可以把糖拿去退了吗？这实在是太贵了。大嫂，退什么退啊？家里3个小孩，吃点糖怎么了？小小的瞎子若仰着头望着虾仁，像是在看一个降临的天神。我愿意和小叔叔天下第一好，希望小叔叔可以一直这样就好了，不要再变回原来打人的样子了。大嫂，今晚把这个大米饭和肉都做了吧，吃顿好的。啊，小四，日子怎么能这样过？这不年不节的，又做大米又做肉。大家回来了，你可能不会被说，我可就不好说了。也对，那今天的饭我来做吧，顺便也让家人们尝尝我的手艺。嘿嘿。小四，你别闹了，快出去，一会儿爹娘他们真的该回来了。大嫂，我是认真的，要么我做，要么你做。大家一天在地里干活太累了，再不吃点好的，身体怎么吃得消？买来不吃，难道留着过年吗？哎，行吧，我来做。小四，你快出去吧。好耶，今晚有肉肉吃了。那子若，答应你的糖。哇，小叔叔，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小叔叔，果然甜甜的很好吃，二妞没有骗我。子若，你怎么一直待在家里，也不出去找你的小伙伴们玩？啊，他们都不想和我玩，他们说我是小乞丐，总是蹭吃蹭玩，还推我。虽然我也打回去了，但是我还是不想和他们玩。那二妞呢？她也不和我玩，她只是喜欢拿好吃的给我看，让我求她。她有时候心情好会给我甜甜，不过一般不会给。平常我都是和哥哥他们一起玩的，不过现在哥哥他们要去地里帮忙，我可以和小黄玩。小叔叔，我出去一下，一会就回来。你要去哪？我要去给二妞他们看看我的糖。
真不像话！之前家里的钱都给原主了，其他家小孩偶尔还有点零嘴，子若他们只能眼巴巴的看着别人吃，以后一定要给他们多买点零食才行。我怎么好像闻到了肉味？哪家不年不节的吃肉？我看你是想肉想疯了。我们家什么时候也吃一顿肉啊？吃肉，连饭都快吃不起了还吃肉，不过好像还真的有肉味。那我们闻着肉味吃饭，也算是吃肉下饭了。行了，等这阵忙过了，我去买点肉。不对啊，我怎么闻着这个味好像是从我们家里传来的？我没看错吧？今天是什么好日子？吃完这顿日子不过了吗？小四，我给你的钱，你来回坐牛车加上买肉，肯定就花完了，不可能还有钱再买米了，你是不是？娘，之前同窗欠了我10两银子，今天要回来3两。还有我昨天画了改良梨的图纸，今天去找铁匠打梨，铁匠一看那个图纸，说愿意花30两买下来。我和他一番商量下来，最后定了50两。他买了我的图纸，也不收我打梨的钱。我就说读书有用吧，小四去地里一趟就改良梨，除了小四谁有这个本事？凭借一张图纸就赚50两，那个老道士没有骗我，小四以后是要做大官的人。冯翠翠很是激动，她心里自然是相信自己儿子的，可这几年说闲话的人太多了。等小四把梨拿回来，我非得让那些说闲话的人好好看看我家小四多厉害。娘，这个钱你收着，后面我想用来给家里找一门营生，至于做什么，我再想想。行，小四，你要用到了随时跟娘开口，这些事你们也别在外面乱说，毕竟不见得所有人都会见得我们家好，虽然大家乡里乡亲的，有些事只能家里人自己知道就行。这顿饭家人们都吃得很满足，又是肉又是白米饭的，包括虾仁，几天不吃肉，吃上肉后觉得肉真的太好吃了。林兄，昨天真是多谢你了。哎，虾兄，说这些干嘛？不用谢，那都是小事。昨天虾兄的那一套做账方法真是太有想法了，这样的做账方法我还从来没有见过。没有，那也不是我想的，都是借鉴前人的总结。哟，林泽，你们不是向来不屑于乡下来的学子为伍吗？整天和虾仁待在一块，怎么虾仁是比私塾中其他乡下来的学子优秀吗？你在叫我做事，轮得到你说3道4吗？一个读书人总做些长舌妇干的事。我是否优秀不是你该关注的，你更应该关注的是你自己。你不也考了几次都没考上秀才吗？有什么资格说我？陈兄是不是误会了什么？读书科考本就是困难之事，几次没考中，后面考中的也大有人在，怎么能说不能一次考中秀才的人就是不优秀呢？这样的话可不要再说了，大家能读书识字就很优秀了。私塾里考了几次没考上秀才的人不少，他们看陈平的眼神都不善了起来。我可不是这个意思啊，虾仁你别瞎说。我知道我让你还钱的事让你不爽，可你也不能就因为我一个人否定一个群体呀。虾仁现在怎么变得这么难对付？之前不是像一个巨嘴葫芦一样，我说什么就是什么吗？先把这里面的内容背了吧，古代科举有填空题，把这些书全部记下，这部分的分就丢不了。原主脑子里面其实有些书籍内容的，但要参加科考肯定是不够用，不然也不会考了好几次都考不上。虾仁打开书就开始记，字在脑子里面过一遍就记住了。大早上的叹什么气啊？听说叹气容易把好运叹没了，快吸回来。这你也信？我说我这几天怎么这么倒霉，原来是因为早上把好运叹没了。我先抽查一下你们的背诵情况，再开始今天的教学内容。先生眼神一扫，学生们纷纷低下头，就见虾仁昂起一个头和先生对视。那就虾仁你来。这怎么跟我想的不太一样？不应该点他们这些低头的吗？上辈子作为学霸的虾仁就没躲过老师的目光，但老师们并不会点他，因为知道他能够答得上来。虾兄啊，这不点你点谁？你换手机了？挺贵吧？不贵，转找的2手很划算。我这台苹果13 Pro 只花了2000多，比新款16便宜了一大半。关键现在新款升级不大，半价买2手才更划算。这么便宜，靠谱吗？
当然，转转是知名二手大平台，手机都经过多轮标准化严格质检，比一般的二手更靠谱。上面的笔记本也很不错，买靠谱的二手，我推荐转转。道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民免而无耻。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耻且格。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。两人一来一回，虾仁不缓不急，声声道来，自信又昂扬，声音清朗，如同珠玉落盘，字字清晰。看来这段时间没有懈怠，你且坐下吧。虾仁的变化让陈平接受不了，就好像他把一个人拉到了泥潭里，但那个人爬出去了，洗干净污泥发出了光芒，而他还在泥潭里，这让他怎么接受？很快，林泽他们三人就跟虾仁玩到了一起。他们其实不是不接纳村里来的学子，只是觉得村里那些学子好像对他们有敌意，他们也不愿意热脸去贴人家的冷屁股。时间一长，大家也就彼此没什么多余的交流。小泽，过几天的诗会我们要去吗？林夕肯定会去，我们若是去了，他肯定要针对我们；不去，他又要阴阳我。什么诗会？是林夕带头举办的，很多书生都会给他一个面子去参加，说是以文会友。但是吧，林夕是小泽他爹小妾的儿子，年纪比小泽还大几岁。难道他爹和这个小妾青梅竹马，然后为了钱娶了林泽母亲，许诺只爱他一人，后面得到家财后就把小妾抬进门了，还有一个比林泽大几岁的儿子？三人呆住了看着虾仁，这些事在他们的圈子里其实不算是什么秘密，但是虾仁应该不知道啊。甘李良，这不是电视里才会有的剧本吗？虾仁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就是猜的，渣男啊！不过按这个套路，林泽你该提醒你母亲检查一下你们的饭菜和房间熏香物件什么的。你是说他们可能会害我和我娘性命？我就是随便猜的。林兄，你要是不放心，可以找一个信得过的大夫去瞧瞧。我给先生告假，先回家一趟。虾兄，你是不是会算命啊？这2年林夫人的身体确实不好，如果是真的，那你也太神了吧！我悄悄告诉你们，你们别说出去。其实我这次受伤，差点救不回来。恍惚中，我看到了一个白发老爷爷，他给我送回来了，还教了我仙法，算命也是略懂1、2。开玩笑的，我真是随便猜的，也不一定是这样。虾兄，我们4个中你年纪最小，我们以后要不就叫你小4吧。那我怎么称呼你们？叫我明哥，舒华是我们中最大的，可以叫他舒华哥，叫小泽泽哥就行。秦明此时嘴角压都压不住，让虾仁这个小神仙管他们叫哥，有种莫名的成就感。行了行了，能给我说说泽哥他那哥哥具体是什么情况吗？哎，那个林夕可嚣张了，在外面说自己是林家嫡子，不知道的都以为他和小泽是同父同母的兄弟。小泽对他没什么好脸色，他就在他那些同窗那塑造小泽不懂事，不理解他这个哥哥的形象。如今他已经是秀才，在这里的书生中小有名气，林泽父亲就更看重他，似乎怕庶子身份对他接下来继续科考有影响，想把他过继了小泽母亲名下。小泽母亲不同意。其实科举和嫡子庶子没有区别，不知道他们打的什么算盘。娘，小泽，你这时候不应该在私塾吗？娘，我找了个大夫过来给你看看。林夫人，府里面的府医已经给我看过了，我身体需要长时间吃药养着，这个不需要你担心。你最重要的是好好学习，早日考上秀才。娘，把药给大夫看看。你到底在胡闹什么？夫人，少爷也是担心你，这药吃了也不见好，让大夫看看也无妨。唉，这个药确实是稳养身体的。这下可以回去好好读书了吗？没问题就好。林泽虽然对自己父亲挺失望的，但如果他爹真的要害死他娘，他是无法容忍的。对了，大夫，你再看看熏香。小泽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娘，你就让大夫看看吧，看完我就回私塾。怎么样啊，大夫？这熏香确实也是助眠的，但是如果这个药和熏香长期搭配服用，服用药的人身体会越来越差，最后油尽灯枯，神仙难救啊！什么？这个药和这熏香长期搭配服用，服用药的人身体会越来越差，最后油尽灯枯，神仙难救啊！什么？娘，小泽，你爹他怎么这么狠心？我都让他娶了李姨娘进门了，他怎么还这么对我？
娘，没事的，没事的，你还有我，我会保护你的。林泽握紧了拳头，恨不得冲上去给那一家三口打一顿，但他知道现在还不是冲动的时候。娘，小泽，娘没事，放心，他们敢做初一，我就敢做15，我不会让他们好过的。这事你别管，我算是看出来，说什么把林夕放在我名下，不过就是想等我死了之后，名正言顺的把我的嫁妆分给他。他们倒是打得一手好算盘。娘，和往常一样去私塾读书，别让他们看出什么来。怎么样了？哎，虾熊，你说对了，我爹他真不是个东西。从今天开始，虾熊你就是我的再生父母，上刀山下火海，只要你一声令下，我林泽就照做。我不会让你上刀山下火海的。接下来你想怎么办？我娘让我不要管，她来处理，我也不知道我该怎么办。虾熊，你有什么建议吗？我建议你还是听你娘的，好好读书吧。只要你爬得够高，一切都不是问题。虾熊，你说的没错，就是因为我太没有出息了，他们才敢这么欺负我娘。从今天开始，我要奋发图强，努力读书。虾熊，这次诗会我们去，我不会再给林夕面子了。子若，你现在怎么每天都有一糖吃呀？都是我小叔叔给我买的。你那个小叔叔不是只会骂你吗？才不是呢，我小叔叔现在对我可好了，还会抱我，也给我买糖。子若，能不能也给我糖吃？以后我们一起玩。那你们以后有好吃的也要分给我哦。小孩的世界，有糖就是好朋友。子若，小叔叔，你回来啦！我小叔叔回来了，我要回家吃饭了，下次再一起玩。三姐，招娣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小四，没什么事，想着过来看看你们。嗨嗨，招娣，我告诉你，我现在有很多糖，这个给你。走吧，三姐，娘煮了肉，回去一起吃，看给招娣受的。夏正平诧异地抬头看着虾仁，眼里泪光闪闪。他在出嫁之前就很宠元生，自己有点吃的都塞给他，是个顶好的姐姐。大发啊，要不你还是去把你媳妇叫回来吧，一言不合就带着孩子跑到娘家去，像什么话？也不怕周围邻居笑话。还不是你们当时非要我娶她，说什么等她那个弟弟考中当大官，给我安排轻松钱多的事干。结果呢，我看就是吹的，一个泥腿子还想当官。那娶都娶了，去给我把人带回来，不然周围街坊邻居说闲话不好听。我不去，他不回来最好，也没有给我生一个儿子，我准备把他休了，娶小花。你疯了？小花是不错，但她现在是个寡妇，还带着一个孩子。你是不是恨娘当时拆散了你和小花，非让你娶夏正平？娘，我娶了小花不就有儿子了？这不是很好吗？我看你是疯了，你还要给人家养儿子不成？你干嘛？谁说我给别人养儿子了？如果我说那个孩子是我的呢？什么？你说真的？若那个孩子真是大发的，那休了夏正平也行啊。可是你要是真的休了夏正平，他们家兄弟可不少，若是来找麻烦可怎么办？哼，他什么？他那个弟弟不是读书人吗？读书人最在乎名声了，怎么可能会来找麻烦？放心吧，娘，他们夏家肯定连屁都不敢放一个的。能，其实这次过来是我想和离。这老三，你怎么会想和离？过日子肯定会有些磕磕绊绊的，而且你和离了，你弟弟他还要参加科考，还要娶妻，对他名声不好啊。小夫妻之间发生矛盾是正常的，怎么能一言不合就和离呢？能够让这个时代的女子有和离的想法，看来男方是真的很过分。若是过得下去，怎么会想和离呢？夏正平好不容易鼓起的勇气顿时消失殆尽，连他亲生的父母都不支持他。他和离了一个人带着一个孩子，他真的养得活自己和孩子吗？而且没有家里人的支持，他一个人想和离真的太难了。三姐，你为什么要和离？是不是他欺负你？我们去给你讨一个公道。小弟向来最聪明，可若是因为我和离的事影响小弟前途。夏正平好不容易下定决心要和离，这时却犹豫了。三姐，你把发生了什么事告诉我们，剩下的事我来想办法。都是自己家人，定然不能让人欺负了去。听到夏人这话，夏正平心下感动，把事情经过告诉了家人。他对我和孩子不好我都忍了，但是那天他打我后，
他半夜偷偷摸摸出去，我就跟上去了。我看到他和村里的一个寡妇拉拉扯扯，我当时想冲出去抓他们一个现行，就听王大发说那个寡妇的孩子是他的孩子，我没有给王家生一个儿子，他要休了我，娶那个寡妇，还要卖了招娣。天一亮我就带着孩子回来了，我真的很害怕他把招娣卖了。正平，你怎么不早说啊？怎么不早说？我的女儿啊！合理，这也太便宜他了，欺负我姐姐到这个地步，还想简简单单和离，然后娶了那个寡妇，带着野种一家3口好好过日子，做梦。跟他讲什么道理？这就带人过去干他。秦明，50加50等于多少？50加50等于100。那50加49呢？50加49。早，啷个不是整数呢？50加49，你咋不跟我说个3.115加上9.11553呢？哪干得了你这个大的数啊？哎呦嘞，50等于5加0，49等于10加9，也就是说50加49等于5加0加10加9。喂，小明，别算了，先生都走了。别打扰我，我算呢。只要我不给出答案，就没有人可以评判我的对错。这个王八蛋敢欺负我妹妹，我这就去干他！莽夫，给我站住！爹，我觉得二哥这个想法很好。爷，你看，小弟都觉得好。就王大发这样的人，保证一顿毒打下去，让他不敢闹事。反正姐姐又没错，是他王大发和那寡妇偷情，还生下野种。至于姐姐和离会不会影响我科考，且不说当今皇上看重学识和能力，就算真的影响，我也要做。谢谢你，小四。多带点人，把事情闹大。爹娘，你们找一下那些叔伯们，我过2天就休沐，带着人去王家。小四，你的算盘呢？昨天不是提醒你今天上算术课吗？早上找了半天，就是没找到算盘。这个时代把算术列入科考中是这几年才发生的事。新皇登基后第2年就宣布将算术列入科考，这个消息一公布，学生和夫子都是一个头2个大，这让科考变得更难了。不过这对于虾仁来说是件好事，算术可是他的优势项。要不你用我的吧，先生骂人还是很厉害的。不用，你自己用就行，我不用算盘也能上。看来受伤这段时间，小四已经忘记了被先生批评的苦了。虾仁，你的算盘呢？先生，我算盘丢了，我直接算也可以的。不带算盘还这么嚣张，小四这是吃了雄心豹子胆吗？你是说你不用算盘也可以算出答案？这不是很简单吗？真是不知天高地厚，连我都做不到。这些学生里连算术最好的林泽也不见得敢说这话，还以为虾仁这次回来有所改变，看来是我想多了。先生若是不相信，可以考考我。好，那我便考考你。今有赤兔同笼，上有35头，下有94足，问赤兔各几何？这不就是简单的鸡兔同笼问题吗？小学生都会。先生，有鸡23只，兔12只。乱说的吧？怎么可能这么快？没错，虾仁的答案是对的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再考你一个，今有物不知其数，33数之胜2，55数之胜3，77数之胜2，问物几何？23。没错，就是23。没想到虾仁你还真能不用算盘算出来，算你厉害。下课后，一堆人围着虾仁，都在向他讨教学习算术的方法。四哥，你的算术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？这也太强了吧！虾仁，你这个是怎么学的？能不能也教教我？英子还你。你这是什么态度？虾仁，我劝你还是少和他们搅和。你一个泥腿子，最后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人还是要有自知之明。你真以为他们是真的把你当朋友吗？不过就是把你当狗腿子罢了。你什么毛病？虾仁是我们的好友，你算哪根葱？陈平，你就别总是找虾仁的麻烦了，大度点。
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不就是会点算术吗？算术的分值科举考试又没有占比很高，再让你们嚣张几天，诗会那天有你们好看的。陈平的银子是林夕给的，还跟他说诗会那天要让虾仁他们难堪。明天休幕了，四哥要不要来县城？我们带你去一个好玩的地方。不了，我明天有事。对了，你们有认识的捕快吗？有的。四哥，你找捕快干嘛？真是太过分了。四哥，我认识一个捕快，有些交情，明天我让他陪你去，保证让那个王大发受到应有的惩罚。其实王大发这个是按照法律是通奸行为，犯法的。不过在实际执行过程中，想要定罪，通常需要当场捉奸。最近我姐姐不在家，王大发和那个寡妇肯定很猖狂，说不定真的可以当场捉奸。通奸是要受杖刑的，抓到了打死，这两个比样的。敢欺负我姐姐，那就别想有好果子吃。第二天一早，虾家就聚集了很多人，虾仁的大伯、二伯带着他们家的儿子，加起来10多个壮汉，连爷爷奶奶都来了。小四啊，都准备好了，出发吗？等会再等个人，爷爷。大官，请问这虾家怎么走啊？往这条路走下去就能看到他们了。好的，多谢。你说这虾家是犯什么事了啊？捕快都抓到家里来了。不知道啊，我看是虾家老四犯事了，他家还当宝贝宠着，这下宠出事来了吧？是虾仁家吗？这里刘捕快。虾小子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捕快怎么到家里来了？爷爷，是我请朋友帮忙找的。刘捕快和我们一起去王家，王大发和那个寡妇的事是犯法的，算是通奸之罪。虾小子真是太有出息了，还可以找到捕快帮忙。刘捕快，麻烦你跑一趟了。客气了，这是我分内之事。不过这种事情若是不能抓一个现行，就算我一起去，我也没办法抓人的。走去王家。虾仁一声令下，虾家队伍就浩浩荡荡地朝王家走去。真可怕啊！得罪了虾家，直接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全部打上门去。怎么样了？虾公子，他们俩进去了，还没有出来。下次有这种事情还可以找我，虾公子。三姐，该你上场了。是哪个天杀的？大发，你媳妇回来了。虾正平，你站住！你还有脸回来？你们想干嘛？大发，大发！大发，他还敢回来？来了正好，还不用我去找他，今天就给他休了。虾正平，没想到你还敢回来，几年的你都没有给我生一个儿子，我要把你休了。王大发，你怎么可以这么对我？我嫁给你之后，为这个家日夜操劳，你却搂着一个小贱人，趁着我回娘家搞在一起。跪下！你们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杜婶子，这不是你家儿媳妇吗？你这个贱人，你是不是早就和王大发勾搭上了？敢欺负我三姐！干了，兄弟们！呸！啥也不是。王大发，在这份和离书上按手印，孩子我们虾家带走。你和我姐姐尚未和离，就和这寡妇苟合，还生了个儿子，已然触犯倭朝法律，这个交给刘捕快处理。你怎么知道孩子是我的？哼，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三姐，你自由了。我杜家是遭了什么孽啊？儿子死得早，却还要替别人养儿子。贱人，都是你这个贱人！按照我朝律例，通奸者则30大板，将王大发和田华带回衙门处置。怎么样，老伯？哎，刘捕快，你们这么好的工作都是在哪找的啊？最近我儿子想换一份工作，但总是找不到合适的，我都快愁死了。这有啥好愁的？找平台实地验证过的普工工作呀，有保障还放心。还得是58同城找工作上岗快呀，还能 AI 面试，边聊天边求职，效率超高，而且24小时不回复平台直接赔付，工作搞定还能找房东直接租房，很方便，事事可成。58同城，带回去。是。不要啊！钵钵鸡啊，钵钵鸡，1元1串的钵钵鸡。要不就去卖钵钵鸡吧。之前家里大厨给的这份钵钵鸡配料，加上这个洗脑的宣传语，说不定也可以在这个年代火一把。
小四，你确定你有制作的配方吗？虾家人心中也都很疑惑，虾人之前从来不做饭，怎么会忽然有什么配方？其实我上次受伤差点没了，是遇到了一个老爷爷，他给我送回来了。这个配方也是他告诉我的。这个借口听起来虽然很玄，但是这个时代的人确实会相信。比如他那3个憨憨朋友，就对此深信不疑。好，我儿有神仙相助，必成大器啊！信，银子是小四你赚来的，小四想怎么做，我们听你安排。第2天下学后，虾人就去铁匠铺拿回了约定好的屈原梨。小四，你扛的是啥？这个就是我之前说的屈原梨，做出来了。这个曲原梨真的好省力，比之前2个人拉还轻松。是啊，还可以自由掌握方向，连换方向都方便了不少。大平，这是梨吗？没见过这种样式的。没错，这是我家小四搞出来的，叫曲原梨，可好用了，一个人就可以轻松拉动，轻松掌握方向和掉头。真的假的？可不可以给我也试试？没想到长梨和拉梨还可以这么轻松，虾小子你真是神了，这个屈原梨也太好用了。一个人就可以拉梨，我也想试试。一堆人轮流试梨，把虾家的地都给翻了好几块，虾家人呲得大牙乐呵呵的，无比愉快。看来得专门找一个人教我写八股文才行，不然迟早得被这个拖大腿。因为虾人每天都太努力，连着林泽、任淑华、秦明3人也被带着变得努力了起来。四哥，你帮我看看这个学习计划怎么样？你确定吗？1天就睡1个时辰，别给自己熬死了。人还真能学死啊！我怀疑你在点我，不是学死，是睡觉时间太少，身体机能供不上，会猝死。那我再改一下。四哥，累了1天了，今晚去放纵一下怎么样？怎么放纵？保证是让人快乐的那种。虾公子，不用了，给我倒酒吧。四哥，你怎么还随身带着书啊？你们要玩就快点，不玩就早点回家了。不玩了，回去了。四哥都这么努力，我们也不能再这样了。和考上秀才比起来，这些都不重要。这4个人有病吧？哟，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淑华，你居然在看书？爷爷，你干嘛？吓我一跳！你快出去，别打扰我看书。到时候考不上秀才，我朋友们不带我玩了怎么办？你说林泽和秦明？对啊，爷爷，还有虾人。爷爷，我觉得虾人就是你说的那种天才，你知道吗？他背书看一眼就记住，那些算术题不管再难，他看一眼就知道答案了。哦，真的假的？真的，所以我也得好好读书。如果我们4个人参加科举，他们3个都考上了，我没考上，那可怎么办？这个是虾人让我们制定的学习计划，爷爷你看看，按照这个学习，我可以考上吗？如果你可以坚持，机会还是有的。你说这个虾人他多大年纪了？他今年15岁。那你好意思叫人家哥？你都17了，你别不是吹牛吧？他要是这么厉害，这个年纪应该已经是秀才了，还能和你们玩在一块儿。是真的，爷爷。虾人他这次伤到头醒来后就变这么厉害了，还会算命，一算一个准。我悄悄告诉你，虾人说他是被老神仙送回来的。这样啊，那你好好学习吧，加油哦，爷爷看好你。同样的一幕也出现在了林家和秦家，在虾人潜移默化的影响下，好友们都出现了变化，开始努力学习了。小舅舅，你在做什么好吃的？好香啊！你们俩回来了，这是我新研究的钵钵鸡，快过来尝尝。小叔叔，这个好辣，但是也太好吃了吧！你们觉得出去卖这个会有人买吗？当然会啊，肖四，光是闻这香味，应该就有很多人愿意买了，更何况还这么好吃。那就好，等我再准备准备就能开卖了。不过现在最重要的是收入要怎么分配。这有什么难的，小四，赚的钱都交给我存着，家里需要就找我拿。
娘，我觉得哥哥姐姐他们小家也需要点自己的钱。小四，就按娘说的，全部给娘，让她来分配就行了。娘，要不这样，赚的一半你收起来，剩下一半分成5份，爹娘一份，大哥大嫂一份，二哥二嫂一份，三姐一份，我一份。给娘收起来的用于整个家的支出，分到各自手上的就是属于私人的，想怎么花都行，怎么样？不行，钱是小四你赚的，主意也是你出的，你怎么可以只分一份？嘿嘿，娘，哪有这么算的？那我读书这么多年，还都是用的家里的钱呢。哥哥嫂嫂们付出了这么多，那对他们公平吗？这不一样。对啊，小四，让你读书是我们全家都同意的。没什么不一样的，娘。我读书的钱今后还得从你这里拿，肯定花的比哥哥他们多。我想让大家都过得好点，手里都有余钱，好不好？好，都听你的。小四心里惦记着大家，希望你们可以记得他的好。不过不管是谁，若是吃着虾家的饭，想砸虾家的饭碗，那就别怪我对他不客气。娘，我们知道的。小四心里心疼我们呢，还给我们分钱。也有那些兄弟姐妹，幺儿可真孝顺，不枉咱这么疼他。小四以后肯定是个有出息的，做事情考虑的周全，我们做事也注意一些，不能给人留下画饼，可不能给小四拖后腿。对，都得注意一些，说不定咱们家小四还真的可以考一个官老爷回来呢。到时候我们可就是官老爷的父母了。没想到小四居然愿意给我们分钱，之前的付出也算是值得了。嘿嘿，小四一直都是个好的，到时候给你和2个孩子扯点不做身衣服，给小四也做一身。好，这日子过得越来越有盼头了，肯定会越来越好的。媳妇，一哥，以前确实是我对小四有些偏见了，小四人也挺好的。小四本来就很好，我小弟是世界上最好最聪明的弟弟。等肚子里面的孩子出生了，我们也可以给更好的条件了。是啊，这孩子是一个有福气的，到时候也让小四给他取一个名字，沾点读书气。我觉得行。欣欣，你觉得现在过得怎么样？我喜欢这里，外公外婆还有舅舅们都对我很好，特别是小舅舅还会给我糖吃。你小舅舅啊是家里最聪明的，对我们母女俩也很好，娘亲可以和王大发和离，也多亏了你小舅舅帮忙才可以那么顺利。欣欣以后长大了要好好报答小舅舅。我以后长大了会好好报答小舅舅的。老爷，我去打听过了，这个曲园梨是一个叫虾仁的书生弄出来的。他下地体验种地后，因为心疼家里人辛苦弄出来的，是一个有孝心的孩子。他的学识怎么样？听说从小被同村的人吹捧为神童，9岁考中童生，如今15岁还是童生，下场几次都没有考中秀才。老爷，我们真的还不回去吗？上面那位一直催你回去，国师说的人是不是真实存在尚且不知，我们总不能一直在这里吧？林叔，你先把梨派人给那位送去，我暂时还不想回去。老爷，您是还在生那位的气吗？你只管照我说的做就行，其他的不用多问。最近这里有什么大事发生吗？最近有一场诗会，老爷要去看看吗？你先把梨送出去吧，虽然李靖可能也会写折子送回去，不过速度有点慢。是，老爷。小四，你中午下学后就到咱家摊子这里来，吃点热乎的。好，二哥，那我中午去码头找你们。理科状元虾仁穿越到古代世界，他不造坦克飞机，却让他的家人去卖钵钵鸡。钵钵鸡啊，钵钵鸡，1元1串的钵钵鸡。什么味道？好香啊！味道好像是从刚来的小夫妻家那边传来的。特，过去看看。哦，你家卖的什么？好香啊！嘿嘿，我家卖的钵钵鸡，素的1文1串，荤的3文1串。这么贵？钵钵鸡是啥？我没有听说过。但是这也太贵了，这1串才这么一点，买个馒头才2文钱，好大一个。小哥，你这话说的，我这个成本高啊，
现吃现煮，新鲜也费柴火。而且你看我这锅底料里面主要是油，其他的芝麻香料啊，价格全都不低，真不贵。闻着实在是香，先给我煮这3串素的试试味道。好吃，老板再来10串。好的好的，现在就给你煮。真的这么好吃吗？老板，给我也来10串。今天不和你们一起吃饭了，我出去一趟。啊，去哪？我二哥二嫂他们在码头那边弄了一个摊，让我下学过去吃饭。做吃的吗？四哥，我们可以去吗？你们想去就和我一起去呗。走，我们也去照顾一下哥哥嫂嫂的生意。嘿，你们4个没有看到大家都在排队吗？对呀，虽然你们是读书人，但也不能插队呀。就是，大家都排着呢，而且老板和老板娘说了，谁都不准插队。小四，这是我弟弟过来吃饭，不是要插队，大家误会了。这样啊，不好意思。没关系的，大家都在排队，发现有人插队，勇于指出来是好事。小书生说话就是好听。怪不得这个摊子牌子上的字那么好看，原来是家里有个读书的弟弟，一看就是读书读得很不错的。这也太好吃了，四哥。小四，我再给你们多煮些。不用了，二哥，你们先做顾客的，给他们尝尝味就行了。想吃个够，到时候让他们自己买。这3家里又不差钱。行。四哥，明天让咱们哥哥嫂嫂多准备点，我让我爹来买。行啊，今天第1天出摊，没有准备太多，明天就可以多准备一些了。看样子二哥二嫂在做生意这方面还是挺有天赋的。夏正强光靠中午这一会儿就把菜全部卖完了，一串也不剩。正强，没想到今天准备了1000串，这么快就卖完了。是啊，如果不是小四，我根本不敢想可以一天赚1两。我以前农闲时去扛大包，一天也才20文钱。明天多准备一些，还可以赚得更多。媳妇，我们去买点肉带回家吃。天呀，1370文，一天就赚了1两多，老天啊！活了大半辈子了，还没有听说哪家一天赚1两多银子的。因为有些顾客会和人凑10串多的1串，所以也送了100多串。除去材料的成本，盈利就在1两左右，大富大贵也不至于，但是可以让家里日子好过很多了。二哥，你在我给你的账本上记下这笔钱吧，1个月家里分1次钱怎么样？每天分挺麻烦的。头，那这个钱就先全放娘这里。对了，二哥，今天和我一起来的同窗，让明天多准备点，他家应该要买挺多的，他要100串素的，100串肉的，家里是地主，也不缺钱。老天，这是什么家庭？这么能吃？这要400文了。这算什么？他们去酒楼1顿饭好几两呢。小四的朋友都这么有钱吗？他们愿意和小四成为朋友，肯定是看好小四吧？我小儿子就是厉害。那明天我们准备3000串，怎么样？可以啊，以后这个你们自己拿主意就行，就算卖不完，咱家自己吃也行。小泽，今天这身穿的是想从外貌上把林夕比下去吗？怎么样，帅吗？帅，很靓仔。而且经过这段时间的学习，我觉得我学问提升了许多。被先生点起来时，我也可以回答上来了。弟弟，没想到你会来啊！父亲说你对读书不感兴趣，总和朋友四处玩乐，我还以为你对诗会不感兴趣呢。林兄现在已经是秀才了，不知道你弟弟和他朋友们是否考上秀才了？没有，不过可能他们志不在此。志不在此还读什么书？就他们这样的，来诗会做得出诗吗？懂得欣赏诗吗？老爷，那个戴草帽的大头就是虾仁，看来他在读书学问上并不行，只是在农事上有几分小聪明罢了。林叔，你什么时候也开始听风就是雨了？你们所谓的诗会，难道就是林秀才你带头，然后对我们评头论足吗？那村口的大妈们说的可比你们好。如果诗会是这样，那我们确实没有来的必要。说得好，敢问各位，你们到底是来评价别人的，还是来作诗交流的？我们自然是来作诗交流的。林兄，诗会什么时候开始啊？对啊，我们是来参加诗会的。如这位兄台所说，评头论足之事，我们无意参与。竟敢拿我和村口大妈相比，
这几个不学无术的泥腿子，来世会不过是自取其辱罢了，一会有你们好看的。弟弟，你这位朋友言重了，我们没有对你们评头论足的意思，我只是惊讶于你的到来。那就宣布开始啊，不必和我解释什么，你觉得自己没有这个意思就好。小泽，你要不要拆穿他？一个小妾生的孩子，天天在外面装嫡子。我娘让我不用管，就先不拆穿他了，免得影响我娘的计划。正好听听大家作诗，欣赏一下，说不定还可以提升一下我的作诗水平。你很热吗？你懂什么？这叫风度。理科状元虾仁穿越古代作诗，只用一首《悯农》便秒杀全场，成为一首千古绝句。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。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如今正值农事时节，最近有一名叫屈原离的农离横空出世，大家应该也有所耳闻。听说就是一位书生所为，真可谓是读书立名。我们今日诗会的主题就是春种雨鸣，便由我来抛砖引玉吧。你怕是不知道屈原离是出自四歌之首吧？春田开新壤，耕种举家忙。细雨衬天时，争分拨青秧。好，林兄这诗做得妙啊！这诗确实不错，林夕虽然很讨厌，但不可否认他是有才华的。四哥，你觉得他这诗做的怎么样？还行吧。听你这个语气，那就是做的不怎么样了。我能说我之前接触的都是千古绝唱，觉得他做的一般般吗？哼，四个废物还敢下我的面子，一会就让你们上来丢人。下面办得热火朝天，而上面的习胜眉眼都没有抬一下，他甚至不理解做成这样为什么还有人鼓掌。要是他学生做成这样，他会直接给逐出师门。他们有些人做的还不错，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可以达到这个水平。慢慢来，一步登天不现实的，这些都是积累的足够多，才可以慢慢提升。对，我努力，肯定也可以。看着四人一直在那闲聊，那屁股像是长在板凳上了一样，都没有挪一下，也没有作诗的行动。习胜不由得有些生气，哼，没点读书人的样子。弟弟，你和你朋友们也来让大家欣赏一下你们的诗作吧，大家雅俗共赏，在座的才子众多，也可以给你们指点一二。你要是这么有力气，就多做几首给大家欣赏。林兄给你们机会也是为了你们好，今天这么多才子在场，你们念出自己的诗，可以让大家给你们指点一二，怎么这般不识好歹？林兄确实也是一番好意。弟弟，你要是自己没有做出来，也可以问问你朋友们，不至于4个人都没有做出来吧？哼，这次非得让大家知道，你们这4个就是废物。林泽知道林夕是故意的，憋了一肚子气，上去随便乱做是丢人，不上去又是连累朋友们和他一起丢人。不行，我不能连累他们。我不就是一首诗吗？四哥，需要再给点时间给你准备吗？不用了，希望可以得到林秀才的指点。鱼儿上钩了。这小子什么眼神？这次来诗会，虾仁本意就是想找一个师傅指点一下他的八股文，他已经在暗中观察了习胜很久了。李绅老祖宗，借您老人家的诗一用。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。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何其有幸，我竟然亲眼见到了一首绝世佳作的产生！天才，这简直就是天才！这个人会是国师说的那个人吗？怎么可能？林泽怎么可能交得到这样的朋友？虾仁怎么可能做出这样的千古绝句？太爽了，四哥牛逼！四哥不是一直在和我们聊天吗？他哪里来的时间做事？有没有可能是四哥站起来时才做的？太离谱了！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虾仁压根就没有空闲时间去思索作诗，怎么可能随随便便就可以做出这般水平的诗句？虾兄是如何做出如此佳作的？我本身就是出身农家。对了，你刚才提到的屈原礼就是出自我之手。林泽已经爽翻了，没想到林夕也有这天。这些年受的窝囊气，在这一刻好似都还回去了。四哥，我愿意追随你一辈子。林秀才，虾兄这么有才华，你怎么总是明里暗里说他和你弟弟读书不行啊？故意误导我们，错过结交才子机会。是啊，林秀才，你这样可就不厚道了。我们身边有这般才子，居然一直没有被发现。吴兄，你也是出生农家的，要不你也来一首？我的农家可能和他的不太一样吧。林兄，诗我已经做了，还请你指点一二。
林秀才做事的水平我们都看见了，比不上虾兄，他肯定是指教不了的。不如我们深入交流一下。这种水平还需要指教？就是，林秀才的水平不足以指教你。虾兄，我们来谈谈。林夕都快气疯了，他准备这场诗会的目的是为自己才子之名造势，顺便羞辱一番林泽等人。结果一切都为虾仁做嫁衣了，这让他怎么给父亲交代？走，四哥，我请你们吃饭。今天看到林夕那个表情，我太开心了，谢谢四哥给我出气。可以，我也饿了，听了一天诗，都给我听的，灵魂得到了升华。对，就是这种感觉。四哥用词还是一如既往的精准。虾公子请留步。终于来了吗？大叔，请问你有什么事吗？我家老爷想和你谈谈，虾公子有空吗？你家老爷是谁？我家老爷是盛世书房的老板。四哥，这个盛世书房是2年前忽然出现的，听说幕后老板是个有后台且脾气不太好的人。四哥，你怎么看？我也听我爷爷说过，这个书坊的老板很神秘，我感觉他应该是看中你的才华了。我去见见，那饭我们改天再吃。好，说说你对君与民、与臣、与将之间的看法吧。一上来就问这么猛的问题吗？看来这人要么是乱臣贼子，要么就是身居高位之人。